嘿，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一个让整个科技圈，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都为之震动的大瓜。没错，就是关于那个硅谷钢铁侠，世界首富马斯克的私生活，还有他那惊掉下巴的婴儿军团。最近这段时间，马斯克那句石破天惊的名言老在我脑子里盘旋：如果你不创造新人类，那以后将会没有人类。听听，这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救世主的味道，好像全世界的未来都系于他一身似的。过去我总觉得这老马是不是有点超前思维，可现在我才明白，这不就是他新时代优生学的理论基石吗？想起来真是有点心惊肉跳。毕竟那些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标准下理应被淘汰的人，却还在傻傻的支持他，这种一厢情愿，想想都替他们觉得有些悲凉。就在上个月，财经界的权威大刊《华尔街日报》扔出了一篇长达万字的深度报道，那标题简直就像一枚深水炸弹，直接在网络上炸开了锅。标题是马斯克如何管理他的婴儿军团与他们的母亲。天哪，光是听到这个标题，我的下巴就已经快掉了，感觉一股凉意直冲脊背。这哪里是报道，分明就是一篇直戳马斯克肺管子的雄文啊！说起来我也好久没区老马了。虽然这几天他又是被滨崎步辟谣孩子不是他的，又是和川普上演了一场世纪大撕逼，但今天咱们就放下那些八卦，顺着华日这篇报道一起深入浅出的捋捋马斯克的私生活，顺便把这位世界首富的底裤彻底扒下来，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篇报道的主角，一个在社交媒体上挺活跃的26岁美国小网红，名叫圣克莱尔，她就是马斯克第14个孩子的母亲，也是这次爆料的关键人物。圣克莱尔和马斯克的相识简直是富豪搭讪小美女的经典剧本重演。先是马斯克在推特上悄悄关注，然后是点赞，接着私信互动，再然后就是邀请去推特公司总部，接着私人飞机说走就走，约会、旅游，感情升温的速度比火箭升空还快。最后在加勒比海的圣巴特岛度了个浪漫假期，圣克莱尔就怀孕了。你看这过程多么顺理成章，简直是教科书式的套路。但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圣克莱尔的怀孕对马斯克来说意味着他的生育计划完美成功。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在谈情说爱，而是在物色孩子母亲。甚至据说第一次共度良宵之后，马斯克就轻描淡写地抛出一句：你应该为你孩子选个名字了。我的天，这哪是谈恋爱，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繁殖实验啊！爱意、责任，甚至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仿佛都成了这场实验中可以被舍弃的变量。等到圣克莱尔顺利怀孕，马斯克就像完成了任务一样，身影渐渐淡出他的视线，后续所有工作全部交给了他背后的那个男人，马斯克的家事管家贾里德·伯查尔。这个伯查尔简直就是马斯克的大内总管，负责主管他家庭法律、财富管理、危机公关，凡是和马斯克私人生活沾边的都得经过他手。据说他之前还是摩根士丹利的财富经理，后来被马斯克钦点，成了这后宫的总管。那些被马斯克看上的孩子母亲们，自然也都在伯查尔的管理之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财务，甚至他们的隐私，都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严格把控着。故事的高潮来了，后来圣克莱尔向伯查尔提出要做亲子鉴定，想让马斯克承认父亲身份，结果对方轻飘飘地回了一句经典台词：当女人在这类事情上走法律途径时，最后的结果通常比不走法律的要糟得多。听听这语气，多么的傲慢，多么的直接，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要么你乖乖听话，拿钱闭嘴，要么就等着吃苦头吧。而所谓听话，就是要签一份保密协议，这份协议的内容更是让人瞠目结舌。马斯克支付一次性1500万美元，
外加每月10万美元的抚养费，条件是永远不能公开说马斯克是孩子的父亲，更不得对马斯克本人有任何负面言论。更令人心寒的是，协议里还补充道，如果孩子病重，这份协议并不会提供任何财务支持。如果马斯克在孩子21岁之前去世，孩子也无法获得任何马斯克遗产的继承权。这哪里是协议？这分明就是一份赤裸裸的买断合同。1500万美元，买断一个孩子的出生，买断一个母亲的尊严和未来，这简直是对人性的践踏。但圣克莱尔，他骨子里也不是一般人，他拒绝了这份报酬丰厚却带着屈辱的不平等协议。他不想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像个见不得光的秘密一样被藏起来，他要为孩子争取一个被承认的身份。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拒绝签字，从此踏上了一条注定艰难的道路。走进法院，我的天，和世界首富打官司，这简直就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啊！在财富、资源甚至智力策略都远远落后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个体如何能对抗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你是马斯克八卦的资深玩家，这时候肯定会会心一笑，因为圣克莱尔绝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女人。加拿大歌手格莱姆斯，马斯克3个孩子的母亲，早就珠玉在前了。她也经历了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拉锯战，那结局简直是一地鸡毛。庭审期间，马斯克团队像饿狼扑食一样疯狂挖掘格莱姆斯的黑料，马斯克本人更是在推特上禁言他的账号，甚至在大多数时间里让格莱姆斯失去了和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的权利。想想看，一个母亲被剥夺了陪伴孩子的权利，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更讽刺的是，当马斯克和格莱姆斯对簿公堂的时候，圣克莱尔恰好刚刚开始和马斯克约会，他全程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短短1年后，他就站在了曾经格莱姆斯的位置上，开始了和马斯克的斗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这一次，我相信圣克莱尔的勇气会给这个故事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和格莱姆斯、圣克莱尔这种敢于公开反抗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马斯克母亲宇宙里的高管级母亲西冯·齐里斯。这位齐里斯女士啊，简直是马斯克在选择孩子母亲时的另一种智力属性的选择。她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在科技圈混得风生水起，曾是马斯克旗下脑机公司 Neuralink 的项目负责人，也曾是 OpenAI 董事会成员，甚至一度被誉为硅谷女神。马斯克和齐里斯生了一对双胞胎，而他和马斯克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默契合作状态。他从不公开谈论私事，马斯克也可以频繁造访他在奥斯汀的家。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次爆料，齐里斯和其他几位已经签约的母亲以及孩子们都住在由博查尔团队运营的一片封闭式奥斯汀庄园中。这哪里是家？这分明就是一个精密的育儿工厂啊！每栋房子分工明确，有的专供生活居住，有的用于家庭教育。庄园周边还配备了保镖和专职司机，活脱脱一个乌托邦育儿社区。马斯克选择将他的育儿社区放在奥斯汀的特斯拉超级工厂附近，这既方便统一管理，又方便他时不时去看看他的作品们。但你要是说马斯克是因为有多么爱他的孩子们，那我觉得这个理由简直是太扯淡了。马斯克的变性人大儿子威尔逊就曾在采访中毫不留情地讨伐马斯克，他很冷酷，他很容易发怒，也从不关心别人，并且自恋。听听这孩子的话，简直是锥心刺骨。在威尔逊的口中，马斯克就是一个毫无父爱的人。在我看来，马斯克对待孩子的态度更像是一个艺术家对待他的作品，有的只是欣赏自己作品的自豪感，那种带着傲慢的审视。但真正的父爱对于马斯克来说简直是远在天边，触不可及。这也是马斯克与他众多前女友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在。众所周知，
马斯克的前女友数不胜数，其中大部分人也为了钱给他生下了孩子。但无论是哪个母亲，都无法忍受马斯克对待孩子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只是把孩子当做了自己育儿游戏的玩具，在他的眼中，他们只是实现他宏大计划的工具，而非有血有肉、需要情感滋养的生命。马斯克称呼这些孩子为军团，并且不止一次的在公共场合设想他们将成为未来殖民火星的种子人类。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这种培育下一代的思路简直是赤裸裸的种族优化论啊！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近些年马斯克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带着儿子们出进各种场合，无论是带着大儿子们去见教皇方济各，还是背着小儿子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马斯克随身带一个娃的奶爸形象，几乎已经成了近些年他登上各大媒体照片时的标配。这便是他向世人展示的自己近些年来造娃的成果，仿佛在宣告，看，这就是我为人类未来做出的贡献。如果说马斯克这么做仅仅是出于私人癖好，那未免也太小看他了。这种大费周章的操作背后，其实就是他坚信不疑的优生主义逻辑在作祟。他认为人类文明正在面临出生率崩塌的危机，而解决办法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多生，而是让聪明人多生。我的天，这逻辑简直是把人划分了3、6、9等啊！而马斯克本人当然就是那个他眼中最强的高智模板，因此他挑选母亲的标准也异常明确。第一是高智商，第二是超高颜值，第三是高影响力。以上起码要满足其中一点，才配给他们老马家添丁生子。像齐里斯这种智商超群的硅谷女神，就是3条都符合且长板在第一点，而像格莱姆斯这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长板则在第2和第3点。至于美艳张扬的好莱坞女星艾美·百希尔德和杰克船长离个婚都能造梗无数，颜值和影响力简直是超模比率，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在进行基因筛选吗？说到这里，我突然感到脊背发凉，这其实和20世纪第3帝国的那套优生学计划如出一辙啊！挑选优秀的女性与优质的纳粹军官结合，繁衍雅利安种子。只不过马斯克这次选择亲自上阵，利用他的资本和现代科技来实现他那套自以为是的就是幻想。当马斯克在说我们要在世界末日前完成孩子军团时，你有没有觉得哪里特别熟悉？这句话也让我瞬间联想到了库布里克的经典冷战讽刺电影《奇爱博士》。电影中的博士提议，人类应该躲入地底，挑选身体健康、智力优秀的女性与政府高层、科学家繁殖，延续人类文明。而且每位男性将配备10位美女用于繁殖任务，这些女性还必须性格顺从、身体健全、对上级忠诚。我的天，这简直就是奇爱博士的现实版啊！按照这个标准，马斯克毫无疑问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他的婴儿军团和育儿社区简直就是他自己一手打造的奇爱博士世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马斯克的做法在当今的美国上层精英中根本不是什么孤立，相反，他的这套优生学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硅谷新科技富豪所效仿。而这一切与美国保守派正在推动的反堕胎多子女母职神圣看似不谋而合。特别是在川普重新上台的今天，马斯克已经不止一次向媒体们表达了自己对于反堕胎、反同性恋的支持。他也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人口焦虑，进而把这上升成了一场文明保卫战的高度。他们高举人类文明的大旗，仿佛自己就是世界的救星。然而讽刺的是，这些科技富豪们自己却根本就不遵守传统保守派所提倡的忠于家庭、责任为本的伦理观念。他们不结婚，不公开孩子身份，不承担父亲的职责，更多的只是在用人口议程为自己做辩解，给自己那份不负责任的基因实验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衣。这难道不是一种极致的伪善吗？我记得很多年前，
中国也有一个维权意识很强的商人，也有一大堆女人给他生私生子，甚至被戏称为中国首富。之前也曾经有人拿此人的孩子和马斯克的火星计划脑机接口做比较，批评说中国的富豪都在忙着造孩子，美国的富豪都在放眼星辰大海。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原来马斯克私底下干着一样的事，基因野心果然是不分国籍的。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马斯克确实体力和智力更胜一筹，能一边造孩子一边造火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老有人拿马斯克跟比尔盖茨做比较，觉得马斯克是理想主义者，爱着人类，而比尔盖茨是伪善的商人，只在意精英阶层的利益，普通人只是牛马。现在看来，马斯克跟他也只是阵营不同而已，观念说到底还是相似的，毕竟人家才是同一个阶级的朋友。狼和狼之间可能会掐架撕咬，但对于羊群的态度那可是一致的。在马斯克等人所倡导的人类优生计划中，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权力和资源，去筛选与培养自己的精英继承人，而我们大多数人似乎并不在这个计划里，我们甚至可能只是他们眼中不那么优秀的次品。过去我们以为生孩子是权利，是每个家庭自由的选择，现在他们却把生孩子变成了一种资格，一种被权力阶层定义和掌控的资格。你够聪明，够听话，够合作，你才有参与人类未来的可能。而像圣克莱尔这样的女人，甚至连做一个正常母亲的权利都没有，他们的孩子仿佛一出生就被打上了商品的烙印，这真的让人感到绝望。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权的践踏，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